哇，2025年是一个灵性大觉醒的年代，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丰盛的能量了吗？想象一下，所有的旧能量、负面的情绪，所有的模式都会在新的一年被清理一空，所以取而代之的呢，是所有满满的正面能量。我们可以吸引丰盛的全新能量来到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将为你揭开2025年灵性改变的7大能量法则。这个呢，不仅是一套指引，也是改变人生的关键密码哦。最重要的是，第7个会完全颠覆你对改变的想象，所以你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哦。让我们准备迎接一个丰盛的好运年年来。让我们一起为2025年铺下改变的黄金大道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娜，我专注在灵性学习已经超过4年的时间了。我曾经协助超过500位同修找回他们的内在力量，疗愈了他们的内在小孩。如果你对灵性成长有兴趣，也喜欢学习，千万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分享哦。今天呢，要跟你分享的7大法则，将可以让我们2025有一个量子飞跃的大跃进，让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期待更大的转变吧。第一个就是行动的力量。我有个好朋友总是跟我分享，他已经上了很多的课，他也做了很多的学习，了解了很多的灵性知识，但是他的生活始终一样，没有任何的转变。有一天我就问他，那你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？你有做什么改变吗？他愣了3到5秒，然后说，我只是想做，但是我还没有开始做。看到了吗？其实太多的时间我们停留在思考，所以行动是改变的第一步。灵性法则呢，不是只是透过冥想或者是透过学习，而是我们需要把学习的转换到我们的生活中，开始改变，开始行动吧。只要有行动，就可以开始不同的能量流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简单的步骤开始。譬如说呢，我们可以整理自己的书桌，清理自己的一个抽屉，或者呢，开始运动30分钟。一些小小的行动就会开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改变。第二个是放下的力量，放下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位同修呢，停留在过去的伤痛跟前一任的分手的难过，他没有办法离开，没有办法放下。后来我跟他分享，你就写我已经放下了，我找到新的幸福。他就这样子写着写着，给我们一起，他竟然告诉我，他好像感受很好，他好像真的放下，因为我们用现在完成式，想象一下放下了所有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放下可以放下旧有过去的行为、旧有的记忆、痛苦的感情，我们就可以让新的能量进来新的空间。如果旧的一直卡在这个空间，这个空间就这么大，如果满满的，怎么样可以进来新的能量呢？所以现在开始吧，今天晚上开始写下3个事件，自己想放下的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我允许自己放下，我已经放下，我允许自己释放过去的感情，过去的痛苦。我准备迎接新的开始，相信透过这样几次的书写之后，你会有明显不同的感受。第3个是觉察的力量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有时候我们会一直不断重复一些让自己受伤的行为模式，却不自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觉察。曾经呢，我的同修，他每次呢，只要发现自己压力很大，他就忍不住一直去买东西，去买很多很多东西，花了很多的钱。直到我跟他分享，你可以记录自己的感受，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刻做这样的事情？他发现原来他想要透过买东西来疏解他的压力，因为他不想面对压力。人的本性呢，本身就是喜欢追求快乐，逃避痛苦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发现，如果我们这样的情绪存在的时候，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要从本质去做消除这件事情，让我们找到这个情绪的来源，然后看见它，理解它，然后放下它。所以觉察是灵性成长的起点，我们需要看清楚每一个行为背后的模式，还有我们里面深藏的情绪。当我们可以觉察自己，看见自己，就可以从而做出更有智慧的选择，而不再像这个同修每次只是
花钱逃避，钱花光了，但是压力一样是存在的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可以开始每天花10分钟觉察我们每天的情绪和想法，想这3件事。今天呢，我最常出现的情绪是什么？它告诉了我什么？那这个情绪让我看见了什么？而第4个，感恩的力量。有一次呢，我的一个同修问我说，为什么总是吸引不到他想要的生活？透过聊天分享之后，发现到原来他一直持续在专注他没有的东西，而不是感恩他拥有的东西。所以我请他开始每天写感恩日记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感恩，一点点的小事情，所以他就发现生活开始有不同的改变。因为呢，感恩是最高频率的能量，当你感恩你已经拥有的，你的能量频率就会提高，你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好。今晚呢，拿出一本笔记本，然后写下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事情，很小的事情也没有关系。例如说，哇，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，或者是很开心的一个对话，或者是呢，我今天只是比昨天多睡了10分钟，我都觉得好幸福哦。或者是我今天收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微笑。所有的感恩的情绪都可以把它写下来，不论多小，感恩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调整频率，会让我们更丰盛的能量对齐。第5个很重要，我也觉得对我也非常的重要，就是爱与接纳。其实呢，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喜欢抱怨自己的外表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满意自己的长相，不满意自己的性格。曾经有个同修，他就说，我没有办法爱自己，我就是觉得不满意自己。但是呢，透过不断的练习，他开始看着镜子对自己说，我爱你，我接纳你。结果哇，他觉得生活开始很神奇的改变，因为他开始结交到许多的朋友，也吸引到更好的工作机会。所以呢，爱跟接纳是很重要的灵性的一个核心。如果呢，我们可以接纳自己，不要再批判自己，我们的能量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层次。简单来讲，如果自己都不爱自己，那有谁要来爱我们呢？所以现在开始，每天早上看着镜子的自己，对自己说，我爱你，我完全接纳你的一切。如果呢，做这个练习一开始觉得哎呦好别扭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不断的练习，你会看到不可思议的改变。第6个是意识的力量。有一位同修呢，他总是会陷入负面的情绪，直到呢他有一天发现到，原来其实我可以换个想法，我可以用更积极的思考模式，然后去改变内在的对话。结果呢，没有想到内在对话改变了之后呢，他的生活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。因为意识呢，决定了我们的生活，决定了我们的想法，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。所以内在的想法改变了，外在的现实，所有我们看到的世界，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。所以我们要开始每天问自己，我今天要专注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，这样子的意识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能量。第7个是最重要，共振的力量。什么是共振的力量呢？共振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曾经呢，有一个朋友，他一直不断的抱怨，为什么这么努力想要好事发生，结果老天爷却这么的不公平。其实生命的真相是，生命不会成为你渴望的样子，生命只会成为你相信的样子。记住这句话，这句话我要讲3次。生命不会成为你渴望的样子，生命只会成为你相信的样子。生命不会成为你渴望的样子，生命只会成为你相信的样子。从吸引力法则的角度来看，当我觉得我总是感受到世界的不公，所以我就会持续感受到世界的不公，因为宇宙认为我就是习惯了这样的频率，所以我就吸引了这样的频率。所以吸引力法则的核心不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是什么。宇宙永远不会给你想要的，而是给你所是的。后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练习，我跟这个同修分享，可以每天用爱和感恩提升自己的能量频率。结果短短的3个月，他告诉我他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不仅吸引到理想的工作，然后找到了对生活的热情，他告诉我
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过去的生活会这么的迷茫，这么的痛苦，因为他相信他就得到了宇宙的回应。他想明白了，想要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哇，真是太棒的回馈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共振的力量就好像是宇宙的心跳，可以感受得到吗？所以呢，宇宙的运行规则很简单，我们是什么频率就吸引什么结果。如果我们内在充满恐惧，我就会不自信，那宇宙就会把相同频率的事物送到我的生活中。但是如果我对这个世界散发爱、散发感恩、散发丰盛的能量的时候，宇宙就会用相同的频率回应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奇迹还有幸福。共振的力量其实就是宇宙的心跳，所以你和它的节奏一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很轻松而且流畅。所以现在开始吧，我们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高频的仪式，每天早上呢，设计一个充满喜悦、充满快乐还有爱的小仪式。可以呢是一早起来跳舞，很多时候跳舞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快乐，可以释放快乐的能量。或者是冥想，冥想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，可以静心的跟宇宙连接，可以收到宇宙的祝福，也可以列下感恩清单，我来感恩所有我们充满的一切。当你的心里感受到丰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妙。或者在起床的时候听着你最爱的最正能量的那首歌，记住要正能量哦，要快乐的歌哦，不可以是悲伤的情歌，带着这个快乐开始充满能量的一天。所以闭上眼睛，感受我们已经成为那个最美好的自己，然后每天就用这样的情绪去开始。这个不只是每一天的好的开始，这个是让我们的频率提高，可以持续提升自己的能量和宇宙共振的秘密武器。另外一个小提示，如果万一感受到能量下滑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随时重新调频，花5分钟专注呼吸，可以去重温一段很感动的记忆，感受很快乐的感觉，听一个很好笑的笑话。我们是频率的主人，我们随时可以选择成为更高能量的自己。共振的力量不仅仅是吸引好事的关键，更是找到内心平静、实现梦想的终极法则。我们不要总是追求外在的结果，而是专注于现在当下，提升内在的状态，会发现宇宙已经为你敞开所有的大门。今天我们学到了7个灵性能量的法则，从行动的力量到最后一个共振法则，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现在就开始实现吧。你最需要哪一点呢？可以帮我在留言区留言。如果今天的影片让你有点收获，为我们一起付出的时间点个赞吧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可以对你的朋友有所帮助，记得转发，增加你的好业力哦。一起我们会聊聊新年必做的断舍离，打开宇宙给我们的能量大门。所以记得按下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哦。我是阿丽娜，让我们一起在爱与光中相遇。